在英特尔和 AMD 两个厂商中 ，CPU 基本上是四四方方的，小到笔记本 CPU， 大到台式机、工作站，乃至于服务器，都是这样的造型。但是在英特尔的历史上有这么一颗或者一个系列的 CPU， 在 CPU 的尾部长了一个这样的接口。你或许在其他服务器手工区 UP 主那边看到过它的身影，但是从来没有人认真讲过它的详细信息，以及为什么我们现在又看不到它了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第2期无意义，这一期直接进入主题，跟大家聊一聊英特尔鲜为人知的技术 Omnipath。事情还应该说到3年前的一天，因为E5玩腻了，所以说想装一台3647的 C621平台玩一玩。这里提一嘴，我们日常生活中听到的至强 E5、E7，其实早在2016年前后就已经停产，取而代之的是至强可扩展处理器。因为针脚有3647个，所以也称为3647。那个时候 E5、V3、V4 还不是洋垃圾，对于这巴掌大的 CPU 就更好奇了。但是在刷闲鱼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了这个东西。这真就 CPU 屁股上长了个尾巴，甚至上面还有金手指。在翻遍了很多闲鱼评论区，都没有看到大佬对这 CPU 的尾巴有任何的解释。最后偶然看到了 Omnipath 这个关键词，这让我对这个功能的神秘性越来越好奇。随后在网络上查阅可知 ，Omnipath 其实是英特尔的高速互联架构的统称，缩写为英特尔 OPA。而这个 CPU 的小尾巴全称叫 Omnipath Host Fabric Interface， 简称 OPHFI。它最早出现在至强融合上。这时候可能又有人要问，啥又是至强融合呀？协处理器这个概念想必并不陌生，而英特尔的至强融合1代正是协处理器之一。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，一颗物理核心能分出4个线程。早在2013年，61和244线程的 PHI 7120X 就给整个 CPU 圈带来了一点点线程震撼。什么线程撕裂者都得往后靠一靠，好吧？我是说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你是这。扯远了，如果你们对至强融合感兴趣，后面可以再单独出一期视频。说回小尾巴，最早出现在16年的2代至强融合上 ，F 结尾的 CPU 有以下这些型号。它本身功能为10万兆的网卡，技术设计之初是为了节约 PCIe 通道和降低成本考虑设计的这个接口。可能很多人对10万兆没有概念，我们目前电脑更多的还是1000兆网口，换算下来理论速率为125兆字节每秒。随着近2年路由器和主板自带网卡的普及，可能很多小伙伴上了 2.5G 的网口，换算下来有312.5兆字节每秒。那10万兆网卡是什么概念？换算下来 12.5G 字节每秒。早在2016年，单端点网络速度已经和我们今天新品 PCIe 5.0固态的顺序读写速度打得有来有回了。这对于20年刚接触服务器行业的我来说，堪称震撼，好吧？随之而来又有另一个问题，这个小尾巴它到底怎么用？难不成直接插在主板上？又经过一番搜索，终于在 Wikичip 中找到了答案。CPU 在正常安装在主板上后，需要用一根叫 IPF 线缆连接到 IFT 的转接板上，再通过光缆与外部设备进行通讯，这样就实现了安装。这一切的功能看起来都是这么的完美，对企业数据中心又是这么的有用，却在2019年末被英特尔正式叫停。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匪夷所思，让我有种想把这套设备重组出来的想法，想看看当年到底因为什么样的问题导致这项技术废除。那么所有的信息都已具备，只欠东风，剩下只要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，那就都不是问题。CPU 是最好解决的部分，因为1代可扩展至强也有带小尾巴的型号，于是买了 8160F 的 ES 版本 QL2M。又因为看到了另一位大佬的视频，发现有概率是空焊，所以保险起见又买了一颗正式版的 PHI 7210F。我就不信2个都点不亮。主板稍微花了点时间检查兼容性，至强融合这边用 S7200AP 主板就能点亮。3647这边稍微挑一下主板，用超微 X11 DPI 杠 N 也能轻松解决。到这个时候，我本以为最难找的东西已经被我找到了，最后再搜索 IPF 线缆和 IFT 转接板，却怎么找也没有找到。于是乎，直接上官网问了一下英特尔的工程师。用蹩脚的英语加时差的关系，1周时间来来回回5、6封回信得知，他们也没有了这个东西。当时真的是一脸震惊，
但是心里一想，在英特尔的内部还是有一点点的人脉，于是去问了官方的朋友和线下同行的朋友，终于在最后还是没有找到这2个东西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期标题为上的原因了。我真的很想通过装机的方式把这项技术复现出来，也问遍了身边所有跟科技相关的自媒体朋友，都是无果。这2年我基本天天看一些海鲜市场，都快看魔怔了。只要是长这样的线缆，我可能都会点进去看一下，也不少买到一些像这样的线缆。期间我也问到一些 CPU 的商家，为什么 8160F 这类 CPU 没有正式版？回复基本都是这 CPU 压根就没有出过正式版。难道这项技术就真正的腰斩了吗？其实历史上不乏有一些初衷是好的，但是发展到一定时间节点就会消失的技术，诸如像 Onipace、HFI、奥腾等等。作为一个 DIY 玩家来说，都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可能是因为技术的不成熟，成本无法降低，最终不被市场所认可而消失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技术本身它是没有错的。我真的对一项有意义的技术最终没落而感到惋惜，但是究其原因，也只有厂商自己清楚。作为一个局外人，也只是想不枉工程师的心血，把这项技术展示给大家罢了。不然花了这么长时间去研发的实用技术，直到其没落都不为人所知晓。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。希望这期视频能够被多多转发，让有能力的人能够看到这一期视频，或借测或购买，我都想把这个内容做到尽可能的完整。那么在这里先谢谢大家。这是我们无意义的第2期，无论这个系列有无意义，都是我做内容的最大动力。我是飘飘，希望我们下期再见。离大谱，兄弟们！刚刚我把 CPU 往主板上一插，然后这边掉了3颗电容，离大谱。